是什么鬼地方？解剖台上漏电，我死了。那我现在又在哪儿？棺材钉死了，氧气不多，必须快。终于打开了。这不是我的手。检测到宿主意识迁移完成，已为您完成融合。系统？这么老的套路。好，先活下去再说。是谁？出来！这个人中箭了。脉象乱，高热。首项任务激活，救治伤患，完成奖励积分50。我可不是同情你，我是为了试用新技能。虽然我穿越前是法医，但救人的老手艺也没忘。别！哎，你撒手，我救你呢。这里伤口需要缝合。衣料内侧有个暗格，不是普通缝法。这是摄政王府。搜仔细点儿，别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怎么会有这么多人？检测到体内慢性毒素激活，毒素已致头部肌群痉挛。他无法自主吞咽的，需银针点穴，配药粉灌入才行。限时12分钟，存活率每分钟减3%。我是法医，不是神医啊！是不是连拳先下针？连拳进针后需配合天突，天突斜向下，对吧？正确。施毕后立即调药。灌的时候盯他喉灼等吞咽，等待吞咽反射启动即可。这点小事难不倒我法医。藏哪里去了？我们去别的地方搜吧，不要浪费时间了。追兵走了，他能活下来了。有意思。他刚才是醒着的。快起来吧，伤都好了，地上不凉吗？多谢姑娘相助，我是鲁地游侠，日后有缘再见，必当报恩。令牌主人可不是什么游侠。他什么时候拿走了我的令牌？你是陪妻？这位姑娘眼力好。昨夜追兵可还没走远，你现在出去半里地就是死。我要去京城，你带我同行。你救我是为了这个？救你是顺手，同行是交易。检测到目标人物，关联任务链开启。他在看我爬出棺木的地方。这个棺木有意思。走吧，别回头了，人要往前看。有几分道理。血腥气，不是野兽，是人。这姑娘到底什么来路？既懂医术又懂武功。韩氏的人，动作倒快。你认识这印记？继母的人，来得比我想得快。你继母下手不轻。这是何物？调味，北境的法子，去寒用的。
肯喝，要么信我，要么不在意。这人太难读了。韩氏，沈碧瑶，我回。进了城，各走各的。知道。若有难处，去醉风楼找我。这里就是京城，也是我今世记忆的家乡。现在我回来，继母他们会继续加害我吗？记忆碎片触发，原主创伤档案已解锁3条。3条，还有多少条压在下面没浮出来？如果不是我穿越而来，原主早就不知道被继母和妹妹害死多少次了。战场上没有莽夫能活着回来，先摸清底细，再进门。韩氏，沈碧瑶，仇。狄小姐都死了，你这烂奴才还想吃饱饭？这不是我的丫鬟东葵吗？国公府以为我死了，他就这么被欺负？你给我住手！哪来的野人？欺负孤弱，算本事？你给我站住！我要叫人！小姐，先别声张。小姐，您真的没死？没死，活着回来了。别跪，往后的日子还长，先站稳了。小姐的院子，韩氏夫人说赏就赏了，二小姐昨日就搬进去了。府里上上下下都说狄小姐失足落崖，已经……接着说，大少爷不信，去质问夫人，当场与府中护卫起了冲突。有人说她伤人致死，当天就被所拿，押往北京雪域，生死不知。云烈哥还活着，我去查。小姐，任务链第2项：查明兄长下落，奖励积分200。哭完了，跟我走，我们去找他。大少爷临行前托人悄悄带给奴婢的，奴婢一直贴身藏着，不敢给任何人看。无抓痕，无挣扎，系被击晕后推下。追魂人走得很稳，不是临时起意。碧瑶小姐有不在场证明，3个命妇作证，证人是韩氏请的。西北30步，地下3尺，人体组织残留，死亡3年零7个月，与柳氏病逝时间完全吻合。清河，我娘的贴身侍女，她不是跟着我娘一起病逝了吗？验尸结论：活埋致死，死者怀中残留烧焦残纸。清河曾说要带证据找先摄政王求助，此
次日府里就传出柳氏与清河染疫身亡的消息，韩氏连夜下葬，不许任何人开棺。我娘不是病死的，韩氏杀我，根本不是为了嫁妆，是灭口。羿王同染疫病，失足坠崖。姑娘找什么？这2宗案子原经手是谁？都是告老的钟武做，您的案子也是他最后经手的。姑娘留步，有2件事跟您说。一是双隐幽谷有奇人遗物，进去的人都没好下场。2是3年前宫里有人出1000两黄金悬赏清河的人头，上个月才撤了悬赏。宫里来的人没露过面，只托我代发。韩氏的人，还有宫里的人。那人身法极快，不像寻常死士。盯紧韩氏，再查3年前贤妃暴毙前后，宫里有谁来过神府？是。韩氏只是棋子，真正的凶手在宫里。娘，清河。裴七，他怎么在这儿？裴七，这地方不像是你该来的。沈姑娘也是。布衣、木香、钱掌柜，他在这里的事，不想让人知道。这位姑娘，有批货刚到，不对外摆的，百炼解毒丹上品，今日只这1份，价钱半价。有人说姑娘懂药理，这批货最适合您。动作真快。裴七，你查过我？凌霄子，你把另半块留在这里。前4箱封印完整，第5箱有问题。睡了多久了，小东西？传承秘录5箱收入异能空间，异能空间扩容钥匙同步解锁，通灵灵虫小沫，深度沉眠状态，暂无法言语，可感应主意念。小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东魁告诉我们您还活着，特地赶来侍奉您，希望您能早日大仇得报。拿好，这是凌霄子留给你们的东西，不是我给的。姑娘，这功法凌霄子当真是要我们3人修习？名册上写的是你们3个名字，不是我。1月能走通内息导引不算难，那就1月为限，出谷再见我。姑娘独自入京，身边无人护着，我不放心。姑娘武功虽高，京城水深，我也不放心。我比你们更需要的是1月后能用的人，不是现在跟着的累赘。检测到凌霄传承内息导引出阶触发，疤痕组织受内息冲刷，修复进程已启动，预计3至5次导引后可见效。3至5次，以当前导顶速度，约需7日。7日，快了。夫人，
这宅子荒了3年，价钱好商量。不商量，我出原价，今日签契。验尸堂要的不是繁华，是僻静，是进退，是没人愿意多看一眼的地方。这宅子够了。传承任务完成，积分加80，异能空间扩容已解锁，凌霄传承秘录第5箱封印异常。姑娘，开张1个时辰了，一个人影都没有。姑娘，巷口有衙役抬担架向衙门方向去了，听着像是南河捞了浮尸。走。哟，这不是新开那家验尸堂的东家？女流之辈弄尸为业，晦气冲天，衙门的案子可轮不到你来沾手。不是从南河打捞上来的，脸烂透了，仵作看不出死因。不是溺亡，皮下淤血由颈后向前扩散，系钝器重击所致。肺液残存气泡量少于溺亡正常值，说明入水前已尽断气，指节角质磨损成单向条状，是被人拖拽时擦地留下的。此人死于后颈一击，之后被人抛入河中。姑娘，衙门来案子了。第一单总要有人开门。这不是梅枝吗？难道是二小姐知道我们在这里的行动，派她来打听消息的？这便是验尸堂。东魁姑娘，我们姑娘听闻京城出了位能人，特地备了些吃食来慰问。劳碧瑶姑娘记挂，我家姑娘正在后堂整理卷宗，我来招待几位。几位来得早。验尸堂有个规矩，凡翻动器械，需付鉴定费。这不过随手碰了碰，碰了便算数，一定银子，不多收。慰问之情，心领了。几位路远，不送。小姐，您收钱收的真顺手。规矩就是规矩，积分加20，反侦查任务完成。梅枝几人进门前，我瞧见巷口有人塞了这个进来，不敢出声打断，悄悄压入暗缝的。比我想的快。加快部署。小姐要查的北京雪域，消息打回来了。那地方不是寻常牢狱，常年冰封，关的都是朝廷点名的危险要犯。进去的人10个里头能活着出来的不足1个。沈国公府的嫡子沈云烈被关进北境雪域，他的押送文书呢？小姐，这张您先做好准备。签发押送文书的竟然是我的父亲沈国公。宿主情绪波动过载，建议调节。继母写的罪名，父亲按的手印，很好，一个都别跑。还有最后一条。雪域近日新来了一名押送官，线人说那人是摄政王府的人，目的不明。那就先查清楚。钱掌柜，这条线也盯着。回来了。气息稳了，功法第3层已通。凌霄人真的手法，闭合比我快。白纸姐姐过签。
小姐独自留在京城这3月，可还好？都回来了，就是好。验尸堂今日起人齐了。原主幼年留下的旧疤，随内力贯通已经消失。宿主实力质变确认，传承任务主线完结，积分加150。小姐，都准备好了。好。小姐，回去了要怎么说？就说沈双鱼没死，回来了，让所有人都看清楚。姑娘，那辆车，摄政王府的，先进门。鬼，你是鬼，你明明已经死了。我没死，让你们失望了。不过我更好奇，我母亲3年前就染疫病逝，为何直到今日，你们才为她设灵堂？你母亲生前最疼你，如今你意外身误，我便将你们母女合祭，让她在地下也能有个伴。这是我做继母的一片心意。心意？我母亲的棺材在柴房的角落停了3年，风吹雨淋，连块挡雨的布都没有。你怕人开棺验尸，连下葬都不敢，如今却拿她的灵位演戏，你就不怕她半夜来找你吗？胡说八道！孙虎，把这个冲撞灵堂的疯女人给我拿下！啊！柳夫人当年对先摄政王妃有救命之恩，本王一直记在心上。今日沈姑娘平安归来，柳夫人的死因疑点重重，本王已奏请陛下批准开棺验尸，查明真相。老爷，3年前我母亲下葬时，你也被拦在灵堂外，对吗？娘，女儿回来了。今日女儿在此立誓，定要查清您和清河姐姐的死因，让害你们的人血债血偿。谁也护不住他们，沈家护不住，皇宫也护不住。你那是摄政王护卫令，韩氏，今日之事，王府会存档。文书备好了？备好了。验尸文书上的落款时辰与账本这一页的支出记录相差不足半个时辰，银钱流向，诸位看得明白。老爷，住口！我即日向京兆尹递交重新验尸申请，沈氏嫡女的死，要一个经得起查的定论。我作为嫡女，也被绑架，险些被活埋，也要有个说法。今日多谢沈氏嫡女，裴某等你回来。
开棺验尸的批文已下，沈姑娘，请吧。只是柳夫人入土3年，恐怕尸身早已……能说话的不只是活人。死者口腔、鼻腔、肺部均有泥沙残留，系窒息死亡。棺板抓痕深浅渐变，证明入棺时仍有意识，是被活活钉死在里面。这块锦帕是韩氏娘家特供的云锦，3年前全京城只有她有资格使用。这是柳氏贴身侍女清河的遗物，她与柳氏同日缢亡，却被抛尸乱石滩。而这份标注缢亡的文书，底层原字是暴族，是韩氏买通中午做篡改的。这老爷，他们侮辱柳氏的遗体，你快让他们住手！老爷，您认识这块帕子吧？3年前母亲病逝之夜，韩氏就是带着这块帕子进的他的院子。够了，别再演了！3年前，皇后以云烈的性命要挟我，让我对你害死柳氏的事闭嘴。我以为只要我忍，云烈就能平安，可我没想到，你们连阿渊也不肯放过。是又怎么样？柳氏那个贱人撞见皇后害死贤妃，她就该死！你们沈家早晚都是陪葬，你别得意，皇后娘娘不会放过你的！验尸堂马上就会变成你的火葬场！凌霄异能储物空间防火封存模式激活。正午，一点没事。纵火的人呢？青珠已经追出去了。沈碧瑶，将此人与字条一并押送京兆尹，备案文书随行。是。你替他灭口，他却留了字条在你身上。这是当年以沈双渊之名伪造罪状，押送沈云林入北境雪域的文书，上面有您的签字与画押。这东西你从哪里得来的？副本在此，请国公爷亲阅。这些不该留存于世。留存于世的远不止这一份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想知道当年是谁的主意？当年那份文书是本宫被人胁迫所签，胁迫之人不是韩氏。胁迫之人来自何处？皇城方向。皇城方向范围太广，国公爷能否说得更具体？本宫能说的只有这4个字，余下的你自己查。宿主当前已收集线索共7条，系统启动关联分析。节点1：贤妃倒台后残余势力，现仍有人员潜伏京中，活动轨迹指向皇城内线。贤妃倒台，但其还没死，有人在替他收残局。节点2：太子裴瑶一党，近3月内与贤妃旧部有过2次资金往来记录。残党与太子，2条线。
同一张网，两处节点存在关联，建议宿主优先锁定资金往来渠道。沈姑娘亲自登门，所图不小。贤妃倒台后，残余势力的动向与人员名单，我要一份完整的。这条线不好查，风险大，价钱也大。钱袋里是定金，事成后再付同等数目。7日内，名单送到。沈姑娘，醉风楼今晚来了位贵客，摘去游侠面目，以王府身份现身，留下这封信，说是亲手交给您。他还让小的带一句话：姑娘查的那条线，他已查了3年。云烈，画像已确认，云烈还活着。青竹，3日内启程，先行北上，侦查北境雪域外围地形，守卫换班规律，粮道走向一并摸清，不得打草惊蛇。是。东魁，备好北境御寒的压舱物资。我今日去幽冥市集采购寒泉灵露，此物北地难寻，需趁早备足。沈姑娘，寒泉灵露现货不多，上回补的货已去了大半，现货全要，再替我加订2批，月内到。姑娘若打算北上，倒有一事可留意。钦天监唐关兴这几日屡屡在市集现身，采买的物件杂乱，却都与夜观星象有关。他神色不对，问什么都不答，来了便走。夜观星象看出了什么？不知，但他连续3夜未归钦天监，旁人问起，只说奉命行事。唐关兴在哪处摊位现身最多？盯着。沈姑娘守时。裴妻守信，没想到这是我自己整理的一份残线，不全，但足够摄政王府用上3个月。沈姑娘想要什么？北境通行令，摄政王府的，军中认的那种。名单若是残的，通行令也只给1道，够用。青竹的第1封情报到了，雪域内关押者不止少爷一人，另有数名朝廷要员，行踪自京城失踪之日起，至今未报，皆在此处。经昭尹大人传唤，碧瑶自当应召，只是不知今日所谓何事。沈碧瑶，本官问你，3月前沈府停灵之夜，官房走水一事，你可知情？大人说笑了，那不过是一场意外走水，与碧瑶何干？大人，这是官板残片，火势由外向内烧，非内部自燃。这是当夜从灶房搜出的纵火字条，花铺已有笔墨长 A 比对，与沈碧瑶日常文书落款吻合，证明关中之人停灵时已有人为移动痕迹。沈碧瑶，3件证物俱在，你有何话说？大人，这证物来路存疑，未必可信。本官自有判断，无需你来质疑证物真伪。大人，您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他才是最不该站在这里的人。他沈双渊已经死了，结果又从棺材里爬出来，到处惹是生非，给我们沈家抹黑。如今却活生生站在堂上，这是妖异之事，诈死还魂，他根本就不是人。大人，民女当日未死，好不容易从关中生还，就是为了今天替我母亲、替我的兄长寻一个公道。我要求彻查当任盗日是谁，将我和母亲塞入关中活埋。肃静！证物确凿，本宫宣判，沈碧瑶以纵火灭证罪暂押候审，沈国公府不得干预。候审期间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退堂。你以为赢了？云烈被押入北境雪域，不是韩氏的主意。你查吧，查到最后，你会后悔今天站在这儿。姑娘，沈碧瑶那话当真可信？她若要诓我，不必特意压低声音。双行暗语，这不是普通账目。沈碧瑶说，云烈入狱另有一本账，记录军械走私详细，
以双刑暗语加密，普通账房破不了。所以你来了。这3处有什么关联？其列既获，偶列呢？计价，以地名首字做错位偏移。偏移几位？看宋达帝推算，3位。北境。北境雪域住房换房的时间节点全在这里。末页还有一处。这一处对应的是哪批货？最后一批，也是最大的一批。与摄政王共同进行主线任务，情感羁绊+5。沈双渊，你究竟是何人？这个问题，王爷这话，双渊听不懂。你听得懂？时候不早了，双姨先行告瘁。沈双渊，好好睡一觉。宿主注意，裴爵疑心指数已达警戒阈值，若其真实身份因宿主异常暴露，主线剧情将提前崩塌，建议立即启动情绪管控预案。他到底察觉了多少？无法确认，建议以半真话说辞稳住局面，真实的部分用于建立信任，虚假的部分用于遮蔽核心。半真半假，什么算真，什么算假？洛崖失忆一事本就属实，可作真。宿主行事逻辑与原主迥异，此为假，需以伤后性情大变掩盖。他会信吗？概率待定，但目前无更优解，建议宿主明日主动开口，先发制人。昨夜王爷一句话，双渊思量了一整夜。既然王爷有此疑问，双渊便直说了。自从我关中求生之后，性格便与以前国公府的嫡女大不相同。现在的我只想救出兄长沈云烈，为我母亲的死寻得一个真相。因此王爷觉得我行事古怪，也是这个原因。原来如此。烦请通传，林府林兰玉特来拜访摄政王爷。是。潜在情感阻碍者出现，建议宿主保持理智。小姐，可识得这位林姑娘？不识得。走吧。与我无关。她在做什么？林姑娘请稍后，我家姑娘片刻便到。沈姑娘这验尸堂布置的雅致，倒叫人意外。林姑娘过誉，不过是方便查验用的陈设，谈不上雅致。听闻姑娘近来协助王爷处置了不少疑案，王爷向来不轻易假手于人，可见姑娘本事不小。说来，我与王爷幼时同在太傅府受教，那时他便是这般眼高于顶的性子，轻易不服人。林姑娘今日来，说是请教验尸堂经营之道，不知具体想问哪一块？自然是想多了解一二。那便从案档管理说起。本堂每月结案数目，存档规制，与京兆府对接的流程，林姑娘可有兴趣听？姑娘说话做事，倒与王爷有几分相似，难怪她肯多来此处走动。我与王爷自幼相识，查案就要这样，摸不透才好，思路不能叫嫌疑人看穿。这是近3月的结案记录，林姑娘若想了解经营脉络，从这里看起最清楚。今日叨扰，改日再登门请教。林姑娘慢走。
王爷今日气色好。方才那番话，你信几分？茶是凉的，你自己判断。兄长，出事了！皇后已秘密向太子递出弹劾奏书，直指摄政王府，要求3日内呈交完整证据，否则即刻收押。3日期限，沈姑娘。3日期限够用。兄长，皇后这次是铁了心要动手，3日期限根本就是逼你认罪。她若手中有实证，早已动了，何须设期限？皇后授意太子出面，是要把脏水泼在朝堂上，让皇帝不得不表态。摄政王擅自介入林州军械要案，绕过刑部进行调查，此举有越权之嫌，臣请陛下下令彻查。臣奉旨巡查边防，林州军械刘向氏试射北境军务，依职权介入并无逾矩，奏找所示条款，臣可逐一作答。此案牵涉甚广，着司法复核，待查明再议。3日，本宫等着，随时。姑娘，朝堂的消息刚传回来，皇帝将弹劾案搁置了。搁置，不是驳回。姑娘的意思是，皇帝有意借太子牵制王爷。朝堂上的刀钝了，我给他们换一把。姑娘确定要在此处放出去？消息散出去便收不回来了。收不回来才是我要的。军械走私的线索一旦流入市时，太子一党便再难置身事外。沈姑娘，在下特来此处守候，有一事需当面相告。多谢唐大人告知，此事我知道了。北境地形图我已拿到，救援路线也拟好了，我搁在里面。所以我们谈的不是要不要救，是怎么救。外围设3道巡逻线，换岗间隔约1炷香，内侧岗哨另有2人常驻，最深处兵牢单独上锁。3路潜入，1路接应。你走中路，我清内侧。青主走东路，白纸闭合，随接应队压后。是。夜行甲闭气遮行，照地明镜，可探冰层暗道。穿好了再动，不许省这道。出发。几人？前方1，内侧2。进。余烈哥，你真的来了？你不要管我，快走，这里有陷阱。不止这里，外面已经换防，有人提前知道你们要来，增兵几何？亲眼见到的不下300，退路全堵死了。行动！属下引开主路追兵，请王爷速入兵道。进去，你在前。
别踩中间，灰蓝色冰下是积水，走两侧沿缝。嘘。放我下来！闭嘴！撑住，快了！裂缝通到底，内力贯穿这条线可以炸开。哼！裴爵。不必动作这么快。风穴要在2息内完成，否则内渗加深，你自己清楚。原来是你。关中内液。你与从前判若两人。哪里不同？气度、形式都不同了，但眼睛是一样的，受过伤却不认命的眼睛。主上，太子亲卫军已分3路合围密令，东路约100人，西路阶段退路，南路正在逼近，据此不足办理。该来的总要来。二皇兄，军械走私账本原件交出来。本宫可以当今夜什么都没发生。裴瑶，你亲自来是心虚了。哼，二皇兄伤成这样，还有心思说笑？军械走私的单子上有你的私印，你不是来拿账本的，你是来灭口的。二皇兄手握兵权，父皇春秋已高，你当真以为自己能置身事外？这盘棋，你我都是棋子，不如合则两利。你要的不是账本，是父皇驾崩前那道废除密诏。你从哪里听来的胡话？胡话！你今夜带亲卫军出京，已经是答案了。东侧戍关密。爆响一出，火光会把他们的视线全拉过去。手上车，走。追，一个不留。这是什么？等你兄长安全了，我亲自给你看。三弟裴义今日没有出现在太子军中。你是说他躲在后面？他在等人替他收尾。给我。军械走私的账目和灭门案是同一批人。父亲是因为这份密奏。这份密档是我潜伏6年一夜一夜拼出来的，原是为护住你，让你手里有可以自保的东西，只是始终没敢给你看。为何不敢？怕你看完比现在更难收手。太子一党联手皇后，害我沈氏满门的是这2方人。先摄政王亲情绝。先父生前与沈国公曾秘密结盟，2家约定共同阻断太子党劫控军械的密道。先父死前已知，皇后从中察觉，借太子党之手布局。先摄政王暴毙当夜，沈氏获罪的折子已在御前候着了。是皇后设的局，借刀杀人，一网打尽。一石二鸟，先父死，沈氏灭，太子党与皇后各取所需，两相无损。你潜入沈国公府，
究竟为何？先父遗命，沈氏若有血脉余存，护主。密档里记录先摄政王暴毙当夜传召入宫的近臣名落，与沈氏获罪一日皇后懿旨的用印批次，同一页，同一批印。先父案与沈氏案出自同一只手。皇后是主谋。皇后是主谋。回京，收网。京城急报，韩氏今日秘密入宫面见皇后，出宫时怀中抱有一道密旨。韩氏。都在。撤。沈氏嫡女双渊私通外敌，证据确凿，着令。双渊，你回来的正好，皇后娘娘的懿旨，你来亲耳听着。旨意稍等，我先有一样东西要请在场各位见证。此物名为烂盐黑丸，入食者面目溃烂，3日内无解。此为凌霄银针，银身变色，系感应特定毒物所致。当年国公府饭食之中正是此毒，银针入碗，当场验出，验毒之人是我。韩氏，你对沈氏嫡女下毒构陷之事，今日当街公示，有何异议，尽可当众申辩。你血口喷人！证物在此，验尸堂存弹在此，凌霄传承记录在此。是这样的。他还是走了。各位见证了，今日之事，验尸堂存。国公请看。你都查到了？韩氏以毒陷害嫡女，伪造文书驱逐出父，这些事国公早已知晓。知晓？为何隐瞒？国公府若倒，沈氏一族皆无处可战。韩氏虽有过，尚能稳住内宅。你一人之冤，与满府百口相比，孰轻孰重？你当明白。国公说得很清楚，先摄政王与国公结盟，联手压制军械案，这是国公亲笔。国公府真正的祸根从来不是我，那年将我推出去的那只手，是国公自己。双渊，说清楚了就够了。密档副本还在书童阁，沈国公没有收走。太子若知道这个，沈双烟便没有退路了。沈双烟费心留下那份副本，以为是制衡的筹码。他不知道，筹码攥在手里才是筹码。快马送太子府亲城。若太子问起消息来处，就说府中旧时，不愿具名。沈双渊已将密档副本留于书童阁，沈国公未予归还。启禀父皇，军械走私一案关键账本至今下落不明，臣弟摄政王府恐有私藏机要之嫌，请父皇彻查。摄政王，你有何话说？臣无私藏机要之举，此乃军械案初查所得，账目往来、押运批文一俱在，其中数笔直指太子党亲信名下商号。此事牵涉甚广，不可草率定论。3日之内，双方各呈完整证据，朕亲自裁断。退朝！
沈姑娘要查武德元年的宫廷当录，下官翻遍钦天监旧存，只寻到这一册。武德元年秋，这里那条批注，下官起初以为是笔误。武德元年9月，钦天监夜观星象，记录宫中有异星犯帝作。批注者在星象之侧另附一行：彼时宫中有人秘密替换了帝王诏书。是皇后还是太子？星象党侧批注者已不可考，但彼时能过手谕诏的只有皇后与秦总管。太子彼时虽年幼，却是那份伪诏的直接受益者。母子合谋。唐大人，此事出了这间屋子，便烂在肚子里。下官明白。替换了帝王诏书的那只手，该让他现形。武德元年9月的圣旨，与钦天宣批注同日，批注写明帝诏有易主之计。这道旨意根本不是陛下亲颁，要做时需取原始诏书原件。皇城当阁武德元年卷宗尚在，今夜是最稳的时机。丙一，潜入皇城党阁，取武德元年9月的灭门诏书原作，不得留痕。属下领命。原件已取回，当阁守卫未察觉异动。看印玺墨色，同一枚玉玺，同一色墨，落印力道不会差至如此。这份诏书的印是另行补盖的。字迹呢？笔压轻重与走势和同期御笔出入极大。武德元年9月，陛下手书诏令笔锋向右偏顿。这一份横笔收尾上挑是代笔，不是御笔。星象批注、密档记录、印玺笔记3处吻合，证据链完整。灭我满门的那道旨意，从来就不是陛下的意思。3年，终于到了这一步。娘娘，党阁今夜有人动过卷宗，守卫未见人影，但诏书原件失踪。封摄政王府4门增派禁卫，今夜起一只鸟也不许飞出去。各处下人往西跨院聚拢，告诉他们本公子夜里想听曲，让大家别走动。地道口备好，从善地地窖通幽冥世纪那段清掉堵土，今夜能走人。已着手，2个时辰内可通。好，本公子还没想死在这里。四面封口，朝外布阵，不是来杀人，是来断联的。皇后要的是让证据链烂在府里，外头那些人守的是路，不是人，消息一条也别想送出去。先摄政王旧部，雁门3营，还认这块令，今夜把他送出去。走哪条路？幽冥少直地道。商议无碍，证据副本我来送，青竹随行。走幽冥少直地道，分存3处，1处不留全数。 3处存档地址，只你2人知道，任何人问不答。明白。一切小心。宫中秦总管亲笔，刚从西角门缝里递进来。皇后封府，皇帝开路，2道旨意，方向相反。所以今晚那把椅子上坐的到底是谁，还不一定。 等我回来。北境雪域一来一回，辛苦了。臣分内之事。坐。听说雪域那边关押的人比朕预想的多。北境苦寒，关押之人多有病损，臣已命人造册上报。造册。 太子前些日子也递了折子，说北境军需调拨有误，
要彻查经手官员。太子殿下心系编务，是社稷之福。你觉得那份调拨令是谁的手笔？臣在雪域见过一份文书，印监与兵部存档不符，像是后加盖的。不经他早就知道了。文书的事你压着，不必声张，拿去。纂的纸字，禁卫见此牌，3日之内暂缓一切拘押。3日够用了。亲手推过来，他给的。皇后吩咐他开路，伪诏的事，他比我们更早知道。那他为何不动？他不想亲手动刀。太子是他的儿子，皇后是他的后宫，他要的是有人敢替他把这盘棋收干净。他坐在上面，手上不沾血。3日是他给的期限，也是他给的刀。所以这3日我们得快。裴爵，你看，太子要的不是林兰玉，是我。账本原欠，我不会交。我知道。你也不许动。他是无辜的。太子要的是账本，不是他的命。他说的对，可他没说，万一太子等不及了呢？关押多日，却无一处陈迹，地窖里没有这样的条件。关了几日？沈姑娘，5日或者6日，我记不清了。有没有人来问你话？来过一次，问的是账本的事，我说不知道，他们便走了。这伤像是自己划的，5、6日，伤口该有结痂，没有。能走吗？能。步伐太稳，不像真的受困。裴月，你可知我在那里等了多久？你若在意我，便不会让我涉险至此。你平安便好。平安？我被关了4、5天，你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。你还想要什么话？我可以说给你听。如何？他没有动账本，是那女人去的。哼，沈双瑶。裴爵对我已无旧情可言。沈双云今夜只身去救，不顾王府封锁。是，裴妾没有去，是他去的。他知道你在那里，却不动，让他去。他的底线不在账本，不在救人，在他。裴爵，我到底是帮了你。王爷有何指教？林兰玉，她是旧日棋局里的一枚棋，我布那局棋是为了护住北境的人，从头到尾不曾有过别的。棋子也好，救人也罢，与我何干？与你有干。这物件你当初为何给我？那夜你还给我，我一直等着再还给你。此物是我母妃所留，她是沈氏女，本就该还给沈氏血脉。你母妃是沈氏女，那你我姓裴，名倔，非游侠，非棋手，是圣朝摄政王，也是一个欠你太多的人。王爷，沈国公突然入宫求见皇帝，将树桐阁内留存的密档副本随身带入宫中，一夜未留。你父亲进宫，臣有罪。武德元年的诏书，臣当年贪生，未敢声张。沈氏灭门一案，臣有懦弱之过，无可推测。秦总管，奴才在。传旨大理寺，彻查武德元年诏书真伪，即刻起封存相关卷宗，任何人不得调阅。本夫人要出门，让开。夫人深夜携包袱出行，去哪儿？人赃俱在。你们算什么东西，敢拦本夫人？夫人安心，大理寺的人一会儿就到。
姐姐这么晚来映雪院，有何贵干？烧完了，松枝封口的蜡，掺了皇后宫中传用的龙血香，还有一味锁喉草的焦味。信烧了，内容还在。碧瑶，你输了。知道了。党阁的东西被取走了，摄政王还在府里，他没动，说明他在等。等的是什么？你清楚。奴才明白。封摄政王府，把太子那件旧事也备好。太子殿下，这份东西哀家压了3年了。母后这是何意？何意？殿下私通北境外族换粮草一事，若送到陛下案前，东宫之位还能坐几日？母后要孤做什么？不难，朝会之前，殿下只需站到哀家这边，其余的事哀家自会了理。皇后已将那件旧事握在手中，孤若不从，明日便是死路。皇兄慌什么？他要的是棋子，本王要的是皇位，咱们各取所需。你的意思是？朝会前夜，子时4门同步动手，控住父皇。皇后那边本王自有安排，皇兄只需在宫内接应。事成之后，本王保你无虞。子时4门，铁甲入宫，密报数时，先摄政王旧部，今夜全部入京，暗卫各就各位，不得惊动宫内耳目。属下领命。皇后设局，太子动兵，今夜之后，这局期该收了。姑娘，这些够用吗？够。宫变伤的是活人，不是死人。今夜备下的，只求少死几个。东葵，今晚跟好我。是。裴爵，你以摄政之名蓄兵私入皇城，今夜便是你的死处。太子殿下，子时4门同发，调兵符印俱在，是谁谋逆，百官自有眼睛。废话少说，拿下他！今夜结束，便全部结束。陛下，矫诏发于韩章殿，调兵符印仿制于内造局，账册人证俱在宫外候旨。今夜宫变，主谋在此殿之内。拟旨：废太子裴云，褫夺裴玉一切封号，押宗人府候审。武德2年，灭沈氏庞之满门伪造通敌文书，主谋借刀于北境守将，刀柄握于韩章殿。武德元年，先摄政王暴毙，正妃遭毒害，黄新菊被取入宫，以遗物要挟摄政王府，沉没多年。武德17年，矫诏调北境驻军，以宫变之名清除异己，图谋摄政。娘娘，20年了。沈双渊，你穿越而来，皇帝早已知晓。皇帝早已知晓，那他为何？他从一开始就知道，却还是让这一切发生。唐关兴的星象奏折上写：一魂归骨，晃火重燃。朕不知道你从何处来，但朕知道你不是从前的沈双渊了。但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。
唐关兴早年曾成星相于朕，一魂归骨，烽火重燃。朕压下此奏，未曾示人，朕等的便是今日。所以皇上放任军械案，放任沈氏旧案，等着真相由旁人之手自行浮出。是，沈氏灭门一案，朕知情，朕未阻止。以沈氏为旗，制衡各方，是朕的帝王手段，这是朕在位最大的亏欠。皇上这份坦诚，双渊记下了。只是这份草稿，臣女不收。臣女要求诏书本中明写8个字：构陷属实，原判作废，不得以追封2字含糊带过。你倒是比朕想的更清醒。沈氏满门追封如制，沈云烈官复原职，受命重整北境军务。臣女代沈氏满门谢皇上。朕欲赐婚，你意下如何？臣谢皇上成全。裴爵功勋卓著，今侧正摄政王位，总领朝政，辅佐社稷，令将门沈氏嫡女双渊刚毅忠烈，黄骨归来，赐婚摄政王裴爵，择吉成礼，钦此。裴青，沈氏女平身。臣谢皇上。臣女谢皇上。姑娘，以后这里就是官署了。是官署，也是我的地方。罪臣认罪，愿受责罚，不辩不推。到底还是输了。把罪臣带下去，听候判决。沈国公一家败了。娘还留了这个，一直在我这里。今日你出嫁，该带在身上。这些年辛苦你带着他了。好了好了，赶紧拜堂，我还没吃饭呢。委屈你了。不委屈。宿主主线任务已全部完成，累计积分已自动转化为异能空间永久权限，系统即将进入休眠模式。谢谢你，他陪我走完了该走的路，今生够了。够了就够了。